院保安的生意经，一份工作4份收入，靠赚死人日入过万。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医院里，保安正忙着寻找下一个客户。小李焦急地来到前台，问道：请问现在还有专家号吗？我妈妈情况很紧急。保安走过来，低声说：专家号挂满了，但我这里有办法可以帮你快速挂上。当然，需要额外的费用。小李急切地回应：只要能挂上号，钱不是问题。这样的保安，表面上维护秩序，实际上却在运营一门暗地里的生意。每一次交易都是在道德的边缘试探，这样的团队里，甚至有人能日入过万。一场医院挂号的较量。小张蹒跚地从城市公交站步行至医院。清晨的霜降未退，他的每一步都显得特别沉重。尽管时间尚早，天色微明，但医院的挂号大厅已人声鼎沸，仿佛所有的焦虑都在这里交汇。小张查看了一下手机时间，显示是早上5点半。他心想，自己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大厅内的人群主要由急需就医的患者和他们焦急的家属构成，每个人的面容都写满了期待和不安。小张试图找到专家号的挂号窗口，但人群太密集，他只能在人流中缓缓前行。时间缓缓流逝，7点钟的钟声敲响时，医院的广播系统开始宣布挂号开始。小张在挂号队伍中站定，目光紧盯着前方的挂号窗口。他在心中默数，希望自己能顺利挂到号。但随着队伍的缓慢前进，他的心逐渐沉了下来。前方的窗口贴出了挂满的通知，一个个窗口关闭，让排在后面的人们感到绝望。当小张的队伍也被告知号源已满时，他感到无比沮丧。他站在原地，看着周围人群的焦急和无助，深知他们都是为了亲人的健康而奋不顾身的来到这里。他在队伍中听到有人说，现在好号子都被内部调配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根本挂不到。正当小张准备离开，一位穿着制服的医院保安走了过来，他的眼神锐利，态度亲切，却带着一丝不容易察觉的狡黠。保安轻拍小张的肩膀，低声说道：兄弟，看你挺着急的，是不是挂不到号？小张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回答：是的，我父亲很需要看病，但我什么号都挂不到。保安四下查看了一下，然后低声继续说：我这里有办法，可以帮你挂到专家号。不过你得知道，这不是免费的。他的话中带着明显的交易意味。小张虽然感到不安，但为了父亲的健康，他不得不考虑这个提议。小张问：需要多少钱？保安扫视了一下四周，低声说：加上挂号费，总共需要800元。这个号不好挂，你也知道。小张心中一沉，他知道这是一个天价，但想到父亲病重的情况，他咬了咬牙，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保安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他领着小张走向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低声说：你等在这里，我去帮你办。过了大约20分钟，保安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挂号单。小张接过挂号单，虽然心中五味杂陈，但也松了一口气。然而在他离开前，保安又补充道：记住，下次还需要挂号，直接找我，别浪费时间了。小张握着那张挂号单，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刚刚参与了一个不应该的交易，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灰色产业链。但为了父亲，他只能暂时将道德的质疑放在一边。医院保安的另类服务。小张挂到号之后，他的故事在医院里并没有结束。虽然他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专家咨询，但这位保安的帮助却让他无意中看到了更多医院内部的灰色交易。在后续的几周里，小张经常能看到那位保安在医院的走廊里和不同的病人或家属耳语，他们的表情急切，显然都是在寻求类似的帮助。这位保安似乎对谁都很友好，总能在关键时刻提供解决方案。一天早晨，医院的急诊室外围聚集了一大群焦急的人群。一位中年女士显然是急需手术，但医院的手术安排已满。在她的家属即将绝望之际，那位保安再次出现，像是专门解决难题的专家。保安走向那位女士的家属，低声说：需要帮忙吗？我这里可以快速安排手术。
当然，这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家属显得非常焦急。但在听到可以加速手术的消息后，他们显然愿意支付任何价格。保安领他们到一旁，快速的交换了几句话后，家属匆忙的跟着他去了医院的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不仅如此，保安在医院的作为显然不止于此，他不仅能安排手术和挂号，还提供了一系列从兽医到死后服务的产品。每当有患者不幸离世，他总能第一时间出现，向家属提供所谓的便利服务。这位保安经常站在医院的停尸房附近，向刚刚经历丧亲之痛的家属们热情地推销他的兽医服务。他的话术熟练，在这难过的时刻，您可能不想到处跑腿。我们提供各种档次的兽医，直接送货到医院，可以让您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当然，这些服务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保安经常提供一些看似合理的解释，比如这是特殊快速服务费，能确保您不需要等待，但实际上这些额外的费用只是为了填充他的腰包。在另一次事件中，一位老人家在医院去世后，家属决定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保安立即介入，提供私人救护车服务，称这是最快也是最尊重逝者的方式。他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服务优势，我们的车辆配备完善，能确保途中平稳，逝者能安心回家。这位家属在极度悲痛和压力下，没有多问，直接接受了他的服务，却不知这其中包含了高额的隐形成本。这样的服务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这位保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但他所提供的便捷实际上是建立在他人痛苦和无奈的基础之上。他的行为虽然在暗地里被某些人感激，但更多的是在无形中加剧了他们的苦难。医学道德与患者权益，在医院这样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场所，任何偏离道德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制止。然而，由于医院环境的特殊性和患者紧迫的需求，不法之徒往往能找到漏洞进行利益的攫取。医院作为提供健康救助的场所，其首要任务是确保患者得到及时和恰当的治疗。任何试图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个人利益的行为，都是对医院职责的直接背离。这包括但不限于擅自调整挂号、手术排期等重要医疗服务，以及在患者最脆弱的时候推销高价服务。医疗实践要求透明和公正，医疗服务的提供应基于患者的需求，而非其支付能力。当保安或其他非医疗人员介入医疗服务的提供，尤其是以盈利为目的时，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医疗服务的公正性，还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患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是医疗道德中的基石，患者和家属应有权获得完整的信息，包括治疗方案、费用明细等，以做出知情的决定。通过误导或隐瞒信息来促成服务交易，是对患者权益的严重侵犯。医院管理层应当加强内部监管，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法律标准。这包括对医院员工，特别是那些有机会直接与患者和家属接触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监督。此外，医院应设立有效的投诉机制，使患者和家属在遇到不正当行为时能有渠道反映问题。社会和法律的作用在于制定规范和提供监督。患者在认识到医疗服务中的潜在不正当行为时，应被鼓励进行举报。法律机构应对医疗行业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严厉打击，确保患者利益不受侵害。综上所述，医院保安以及其他可能涉及的医院员工的不当行为，不仅对患者个人构成伤害，也破坏了医疗机构的整体声誉和社会信任。只有通过强化内部监管，保障患者权益，并加强法律制度的执行，我们才能确保医疗环境的纯洁性和效能。结语：通过小张的故事，我们得以窥见医院中存在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灰色产业链。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医院保安的个别行为问题，而是反映了医疗系统中存在的管理缺失。当医院的保安能够通过内部资源进行私人交易，患者的基本权益和医疗公正性就会受到严重侵害。因此，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不仅是医院管理层的责任，
也是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必须积极发挥作用的领域。